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若棠跟男友分手了，去酒吧买醉，却鬼使神差的跟身旁的男闺蜜表白，谁料她的竟成功了。糖糖，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暗恋我好多年，可是真的？男闺蜜秦思盛一双深邃的丹凤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她。唐若棠伸手捧起她的脸颊，淡笑着点头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是真的好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她不禁反问。她借着酒劲，半开玩笑地跟男闺蜜表白，无非是想证明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魅力。想她年轻又貌美，还是企业的高管，竟被前男友绿到渣渣都不剩。她还大言不惭地说，我心里是爱你的，只是跟他在逢场作戏。去他的逢场作戏，唐若棠先给他一个巴掌，然后很潇洒地转身离开。世间男人多的是，多一个前男友，下一个男人更乖。你不是拿我气你前男友吧？秦思盛心里门清，唐若棠刚分手不过1周，就在这跟他表白，世人都会怀疑的好吧？唐若棠猛灌一口啤酒，才大胆地坐在他腿上，用指尖轻刮他的脸颊，淡淡的来一句，秦思盛，我们俩认识3年了，我是那种为了报复而随便的女人吗？话落，她主动啄一口薄唇，笑嘻嘻地与他对视。不得不说，她的这个男闺蜜，不论颜值还是实力，都是让女人们尖叫的存在。她之前一定是眼瞎，竟放着这么优质的男人不碰，反而死心塌地地追前男友，一个有钱没能力的富二代。现在看来，没有自控力的男人确实不适合她。我答应你了。秦思盛脸色微红，一脸拘谨地望着他，竟让唐若棠有一种求婚成功的错觉。他憨憨一笑地在他薄唇印上一吻，才低声地说，既然盖章，你就是我的男人了。秦思盛，你要是跟渣男一样，我就废了你。放心，我没他那么眼瞎。唐若棠踉跄着站起身，却因为没站稳，再一次地坐进他怀里。这一次，秦思盛主动吻上那一抹粉唇，久久不愿分开。天知道他等这一天，都等到要疯了。隔天，宿醉的唐若棠简单整理一番，就提行李箱去外地出差了，完全把昨晚放纵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秦思盛提着早饭堵他家门口，却被一句我要出差半月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某人不能把表白的事给直接忘了吧？他心里一阵的烦躁，直到回到办公室，他脸依旧臭得难看。苏洛锦如常端来一杯冰美式，刚想走近跟他套近乎，就被秦思盛猛地摔门离开给吓到。望着冷漠的背影，他不禁心里一阵犯嘀咕，一向稳重的秦思盛怎么突然就变暴躁了？白天的酒吧，秦思盛冷着脸的喝酒，根本不搭理一旁的好哥们，直到一瓶红酒喝空了，好哥们吴征才忍不住地问，老秦，你这是被女人伤了？无聊。秦思盛瞪他一眼，继续自顾自地喝酒。他就不明白了，女人为何如此的善变？还是他根本就在戏弄他，完全被整懵了。我可是听说你昨晚终于脱单，跟唐大美女在酒吧忘我的亲吻，怎么才一夜之间爱情就变质了？吴征笑呵呵地问。他去出差了。秦思盛懒懒地说。吴征夺下他手里的酒杯，凑近地说，老秦，他这是害羞了呗，你要是想他，
那就去外地陪他出差啊。在热恋期间，谁能忍受一天的分别？要不我勉强陪你去一趟。老吴，你说他不会拿我开玩笑吧？问出这话，就说明秦思盛已经认真了。他偷偷暗恋了唐若棠3年，看着他跟不着调的富二代谈情说爱，最后竟被伤得体无完肤。昨晚本想安慰他一下，谁料竟被意外表白。然而他高兴还不过8个小时，就被无情地抛在脑后了，心里一个劲地觉得委屈。应该不会吧？要不你刺激他一下，说不定能逼出他真心话。吴征热情地出着主意。那就先晾他一下。秦思盛嘴角微扬的将手里的红酒一饮而尽。既然他想躲着自己，那就来一个欲擒故纵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老秦，还是你有骨气。吴征佩服地朝他竖大拇指了，嘴硬这块他就服秦思盛，明明爱惨了的样子，却非要装一副不在乎，就不怕好不容易来的机会再被某个渣男抢了先机。外地的一家酒吧，唐若棠正在跟朋友喝酒，就收到了秦思盛的微信，问他何时回来，还配一个亲亲的表情，就让他后背一阵的发毛了。瞧你表情怪怪的，出啥事了？同事刘姐一脸关心地问他。我刚收到闺蜜的微信，不过觉得有些古怪。她一向冷淡的态度突然就变得轻浮起来，让我很不适应。你不会对她做什么事，让人家误会了吧？毕竟男女哪有纯友谊，她能在你身边待3年，只能说明对你有企图。同事刘姐跟唐若棠是知无不言的朋友，所以对秦思盛也有印象。不仅如此，刘姐还一直在吃他俩的瓜，希望男女闺蜜能终得圆满，这是神仙般完美的恋爱呀。会吗？唐若棠狐疑地反问。感情是，她一直拿秦思盛当男闺蜜，而他却一直想泡自己喽。她心里一阵的烦躁不安了。当然会了，你这边刚分手，他就对你展开攻势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对你一直是在暗恋。李姐这边话刚落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朝他们缓缓走来了。糖糖，王旭白在他响起身前，单手拉住了唐若棠，一脸深情地说：糖糖，我都赶过来跟你和解了，你就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好吗？你跟女秘书都被我堵床上了，还想解释什么？唐若棠最看不起死缠烂打的人，尤其是自己犯错还在示弱求复合的男人，更让他瞧不起。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，而且他只是在给我按摩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糖糖，我都不计较你跟男闺蜜抱在一起，你反倒跟我在这不依不饶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吧？王旭白用力将她带进怀里，刚想偷亲她，却被一阵铃声打断了。唐若棠一把推开他，摁了接通键。老秦，找我啥事？王旭白一听是秦思盛，急忙的插话：糖糖，我们来这里旅游，你咋的没叫上老秦？他不仅是你男闺蜜，还是我的好哥们，是吧，老秦？电话那头直接挂掉了，只剩一阵的忙音。糖糖，我就说吧，除了我以外，没人能对你这么耐心。他说完又看向一旁的刘姐，笑呵呵地说：刘姐，今晚糖糖有我陪着，你可以先走了。刘姐冷哼一声：王旭白，麻烦你搞清楚，你已经是过去式，人家秦思盛才是正牌男友，最该走的是你才对。是这样吗？糖糖，
王旭白有些狐疑地盯着他。不错，跟你分手后，我就跟秦思胜好上了，所以拜托你，以后离我远一点。唐若棠说完，就拉着刘姐的手，两人潇洒地离开酒吧了。唐若棠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身后传来一阵的怒吼。随便你。他笑着摆摆手地说。背叛过后再来表真心，未免也太夸张了吧。回到酒店，刘姐就一个劲的坐立不安，还夸张的要唐若棠赶紧打电话跟秦思胜解释一下，不然恐怕误会大了。刘姐，她没那么多事，放心好了。唐若棠给刘姐一个安慰的笑。糖糖，你别拿别人的真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，没人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刘姐把手机塞给她，就起身去浴室了。犹豫一会儿，唐若棠终于拨通电话了。喂，对面传来秦思胜慵懒的声音，似乎刚才的小插曲对他没有半分的影响。那个，你在健身啊？唐若棠没话找话地说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透着一股的尴尬。你呢？忙着跟前男友世纪大复合。秦思胜压住心里的火气，冷淡地反问。是他自作主张来找我的。秦思胜，你今天说话怪怪的，不会是被女朋友甩了吧？他也是话赶话说到这的，就听电话那头轻咳一声，才低沉地说，我的确被女人甩了。你也是女人，请问你们女人都这么善变吗？啊？你真的谈恋爱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唐若棠一脸的懵逼。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某人从谈恋爱到分手，他竟然毫不知情。若不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，那就是他们的友谊变淡了。你变的心你不知道。算了，挂电话吧。不等他反驳，秦思胜已经挂断电话了。望着落地窗外的夜景，他的眼眸竟然更暗沉了。唐若棠望一眼从浴室走出来的刘姐，一脸伤感地说，刘姐，我好像真的闯祸了。糖糖，我劝你回家了解清楚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听了刘姐的话，唐若棠坐了当晚的飞机，直接回家了。然而，当她去见男闺蜜的时候，竟被眼前一幕惊到了。她正跟女同事挨在一起喝酒，两人深情对视的样子，就差捆在一起了。唐若棠没有现场吵闹，而是潇洒地转身离开。男人要变心，她指定比他变得还要快。某天，酒吧的角落里，吴峥由衷地望一眼正在喝闷酒的女人，轻咳一声地说，糖糖，有误会你就去找老秦，别在这整我呗，我真的陪不了你们了。他一脸的苦哈哈。这半月不到，他已经连喝10场酒了，再喝下去就该胃出血了。我找你是陪我喝酒，你咋话这么多？还有，靠我近一点，我今晚穿的少觉得冷。唐若棠朝他努嘴，吴峥无奈的只能靠他更近一些了。然而瞅到门口的人影时，他刚想弹开，竟被唐若棠抱住了脖子，凑近就要跟他玩亲亲。糖糖，你可别折腾了，会出人命的。话落，唐若棠就被扛在秦思胜的肩上，他临走时还不忘回头瞥一眼，你的事明天我早找你算。车里，唐若棠是被他丢进副驾驶的，谁成想他竟然爬到了后座。秦思胜眉头一挑地望向他，副驾驶的人没来，你恐怕要等一晚了。没事，我等得起。他笑出一身冷汗了，他这是明显要跟自己杠到底了。许久之后，唐若棠清下嗓子，
故作淡定地说：“老秦，我是不是惹到你了？对不起。”他很有态度地先道歉了。然而秦思胜并不买账，他冷厉地瞪他一眼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一个力度，将人儿直接抱副驾驶了。两人近在咫尺，他悠悠地来一句：“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希望你能对我负责。唐若棠，你不会真是在玩我吧？”唐若棠大脑飞速运转，终于在一瞬间让他醒顿了。原来因为喝断片，他竟然把向秦思胜表白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难怪他最近阴阳怪气的。那个，我那晚就是喝多了，所以说过的话就都不算数了。他冷冷地问。唐若棠急忙解释，倒也不是，就是老秦咱俩是最好的闺蜜，我说万一咱俩谈不下去了，是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？所以还是继续当闺蜜比较好，你说是吧？我当真了。他坚毅的眼神灼灼地盯着他，就让唐若棠心里咯噔漏跳一拍。你真喜欢我？他谨慎地反问。不然呢？秦思胜将他的手举过头顶，而他温柔地凑到脸前，在那一抹粉唇轻啄一口，才又深情地说：“糖糖，你说过的，宁死也不会反悔。但我现在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，还要不要我你说了算？要，干嘛不要？主动送上门的帅哥，不要白不要。”唐若棠说完，笑着主动抱住了他，两人第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拥吻在一起了。一夜欢愉过后，唐若棠趴在他肩膀上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老秦，我们只谈恋爱，不同居好吗？”他只是不想两人陷得太深。听你的。秦思胜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眼神灼灼地盯着他。我都这么听话了，要不要再奖励我一回？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他刚要反驳，就被他用唇封住了嘴。一开始还在挣扎，最后唐若棠只能被动地由着他强攻了。有个好体能的男朋友，他都不知是福还是祸了。但他坚持说要各住各的，是最正确的决定。不然就他这样的毫无节制，估计再有半月，唐若棠就该爬不下床了。因为房事过度请病假，这该是多丢人的一件事。唐若棠想想都觉得脸臊得慌了。某日傍晚时分，唐若棠正在躺沙发里看电视，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她打开一道缝，就见秦思胜手里提着大包小包，目测着是晚饭的食材。我今天累了，你还是找别的饭搭子吧，找吴征，他应该闲得慌。你最爱的麻辣香锅，确定不要尝一尝？唐若棠憋了几秒，才理性战胜食欲。我正在减肥，你赶紧拿走。还有锅包肉、螺蛳粉。他还没说完，就被他一把拽进客厅了。自己3年的闺蜜，可不是白当的，轻松就拿捏她的胃。餐桌旁，一桌子的美食让唐若棠完全没了抵抗力，一个劲的大快朵颐起来。而一旁的秦思胜温柔地望着她，竟有种想守护她一生的冲动。她或许不是最完美的，但他就想跟他过一辈子。与其说他拿捏了唐若棠，准确地说是自己为他着魔了。糖糖，我做的饭好吃吗？好吃且美味。唐若棠说完才觉得上套了，连忙擦擦嘴。不过还是有不少缺点的，麻辣香锅太辣，锅包肉太黏，螺蛳粉太臭。说完，他还不满意地摇摇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住你家里，也方便随时改正，你说呢？
说来倒去，秦思胜就想赖进这套小公寓，他的狼子野心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却被唐若棠一盆冷水彻底浇灭。同居就要分手，你想好了吗？那我收拾完厨房再走。乖。唐若棠宠溺地抚摸他的头，心想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哪里想到老天不作美，外面竟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望一眼落地窗，他狠心地来一句，不然你穿我雨披走，反正就几步路，到车里就不淋雨了。秦思胜为难地一撇嘴，糖糖，大雨开车更危险，你真想我因为一场雨就英年早逝啊？不得不说，他总有千万个理由让唐若棠哑口无言，这或许就是完全的拿捏。在床上时，唐若棠用手指着他说，我可警告你，只是单纯的睡觉，可别想再占我便宜。整天不眠不休，都把他要累毁了。那我就是抱你睡觉，好吗？唐若棠见他一脸的真诚，笑呵呵地投进他的怀里，两人相拥而眠，只觉得空气里都是幸福的感觉。糖糖，你把自己裹这么严实，就不怕闷出痱子？说着，他就想去扯他身上的夏凉被，力量的悬殊，很快两人就腻在一起了。真应了那句话，男人说的话，可信的话，猪都能上树了。秦思胜，你咋的，说话不算数？他瞪他一眼的吼道。糖糖，我说了抱你睡觉，没有犯规呀。还有，我这么热情的给你做晚饭，你就不能奖励我一下？见他一脸痴痴的样子，唐若棠无奈地叹口气，她真的后悔酒后表白了，眼前的男人完全整不了的节奏。他凑近吻上了性感的薄唇，一吻过后，还来不及抽身，就被他一把拽进怀里。接下来就是热烈的纠缠，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令人回味的夜晚了。隔天下班，唐若棠就逃到了刘姐家，想着这回怎么也要待上半月，让自己能身心都放松一下。这么粘人的男朋友，她是真胆怯了。客厅的茶几旁，刘姐递给她一杯红酒，一脸羡慕地说，我要是你，死也要抓住秦思胜，如此体贴入微又深情的男人，是个女人都想要，好吧？想要赶紧拿走，我可是害怕跟他在一起了。光是谈恋爱还好，就是某人的超强体力，让他但凡一想都害怕了。他那是爱你的表现，在我印象里，秦思胜可是冷淡寡言的男人，他身边多的是美女同事，咋就没见他对谁有一个笑脸？你这是独得他的偏爱，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我可是听他公司的人说，一个叫苏洛锦的女人，可是对他十分的疯狂，你可要提防着点。刘姐说完，仰头喝一口红酒，望着窗外的夜景，她都开始幻想谈一场疯狂而又深情的恋爱了。这个女人我见过，确实长得不错，而且好像还是她的下属，两人相处的机会不少。不过有句话怎么说的，能被抢走的男人，他本就不属于你。刘姐不赞同地摇头，你少迷之自信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问题的，就怕在他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来一个温柔深情的女人，是男人都抵御不了的。所以听姐一句劝，好好的把握秦思胜，可别让他从你手心溜走。不至于吧？唐若棠一直觉得秦思胜要想跟苏洛锦好，那早就没自己啥事了。不过刘姐说的也有道理，凑巧的查一次岗，也是为了增进两人的感情。几天后的一个午后，唐若棠带着买的咖啡
走进了秦思盛所在公司的大厦里，坐着电梯直达了顶楼。他从门缝往里瞅，就见苏洛锦一身清凉短裙，正坐在秦思盛的对面，眼睛时不时瞥向他，难掩心里的爱慕。秦大哥，你现在升职当副总经理，真的很替你高兴。叫秦副总。秦思盛并不是讨厌这个学妹，而是在他眼中，除了唐若棠之外，一切的异性都是远离的对象。秦副总，为了替你庆祝，今晚上我请你吃饭吧，你可以叫上唐小姐，我也很想跟她认识一下呢。苏洛锦笑着递给他一杯咖啡，却被秦思盛直接搁一边了。他淡漠地挑眉说：苏主管，我们只是一般的同事，我不觉得咱们可以共进晚餐，而且我的女朋友也不喜欢我跟其他的女人多接触。秦副总，想不到唐小姐这么紧张你，看来你们很相爱了，但事实好像她并不是很在意你，而且她跟前男友好像还藕断丝连，就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如此痴心吗？苏洛锦想要往他身上靠，却被秦思盛直接推开，他一脸冷漠地盯着他。他就算虐我千万次，也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。苏主管，你不要觉得公司是你家的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样的工作，我随时可以不干。言外之意，他宁愿舍弃一切，也绝不会放手唐若棠。老秦，唐若棠笑着推开门，径直走向两人，而秦思盛主动地迎上他，将人儿抱在怀里，眼神里尽是温情，前后的差别让苏洛锦眼角闪过一丝恨意，受不了的摔门走了。瞧不出来，你还是香饽饽吗？唐若棠挑高他的下巴，有些失望地叹口气。原来男人都一样，总喜欢身边围绕着莺莺燕燕，所以你才要看紧我。他温柔钳住她的纤腰，低头凑近吻一下粉唇，一股子淡淡的奶香味让他心里一阵的躁动了。男人若能看得住，王旭白也不会出轨了。对了，这是给你买的冰美式。唐若棠将咖啡递给他后，顺手拿起桌上的咖啡，一脸狐疑地问：同样是一家店的咖啡，真就能不同对待吗？秦思盛笑着在他耳边低声说：咖啡是一样的，但买的人不同，也就变得不同了。糖糖，我今天升职了，你要不要奖励我一下？他一脸痴痴的神色，让唐若棠猛敲一下他额头，奖励你给我做晚饭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吧。这么急？唐若棠捏住的下巴，一脸的狐疑，这小子不会又想占他便宜吧？这个点去菜市场还能买到新鲜的海鲜。我想吃海鲜面。唐若棠已经被他吊起食欲了，除了海鲜面，他还想吃捞汁海鲜，只要秦思盛做的饭，他好像都难以抗拒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得牢牢抓住他的胃，而他好像被秦思盛反拿捏了。两人在一起3年的熟悉度，让他越发依赖秦思盛了，不是闺蜜间的信任，更多的是男女之间的感情。她已经不知不觉爱上自己的男闺蜜了。晚饭后，唐若棠依偎在他的怀里，用指尖划过俊逸的脸颊。原来近距离都完美的颜值真的很抗打，不禁让他有些上头了。老秦，那个，我最近胃不太舒服，明天想吃什么了？秦思盛宠溺的眼神让他心里一阵慌，轻咳一声才说：要不你来家里住吧。你确定？他一脸惊喜地盯着绯红的脸颊，
低头就是深情的一吻，一阵酥麻的感觉让他傻傻的点头。等我胃好了，你还是要回家住的。那我现在去洗澡。唐若棠望着他着急离开的背影，不禁抿嘴轻笑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冲动表白是此生做的最正确的事了。同居后半年，某天的午后，唐若棠在公司突然晕倒，被送去了医院。本以为是普通的低血糖，谁料竟是怀孕了。她望一眼同自己一起来的刘姐，一时竟没了主意，有些羞涩地微叹口气。糖糖，怀孕是好事，你不用觉得害羞，要不还是给秦思胜打个电话。可我还没想好。唐若棠正在犹豫，她的手机这时竟响了。喂，糖糖，我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，家里的冰箱我都填满，你要按时吃饭，知道吗？秦思胜坐在候机厅，温声地嘱咐着。这是他们同居后第一次分离，他都有些不想走了，但转念一想，谈成生意就有高额的提成，他就可以给唐若棠更好的生活，也就坦然了。有意义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守。知道了，等你回来。唐若棠没有把怀孕的事说出来，一是怕影响她工作，二是她想面对面告诉她这件事，毕竟这样才有仪式感。从医院回来，她就在家待了几天，除了必要的起床吃饭，唐若棠都是赖在床上，似乎怀孕让她有睡不完的觉，十分的嗜睡。傍晚，她正在厨房做饭，门外竟传来门铃声。是你。唐若棠很意外地望着眼前的苏洛锦，不请我进去坐坐？进来吧。唐若棠让开一条道，苏洛锦笑着走进了客厅，两人相对而坐，屋里的气氛有些尴尬。听说你怀孕了，苏洛锦直奔主题地说。唐若棠先是一惊，继而淡漠的一笑，我是怀孕了。苏小姐，连领导的女朋友都这么关心吗？苏洛锦眉头一蹙的苦笑。我本不想管这些事，是秦副总让我来帮着处理这事。唐小姐，说吧，你想要多少钱才能离开他？我怀孕，你要给我钱。天下有这么好的事？唐若棠说完，低头给秦思胜发一条微信，却被提示两人不是好友，正就让他平淡的心变得紧张起来。难道他这次出差只为了躲他？你很喜欢秦思胜？显而易见，为了他，我可以付出一切，而唐小姐对他只是寂寞时的填补吧。苏洛锦一脸鄙夷地说。若不是唐若棠被富二代男友抛弃，估计是不会跟秦思胜好的，而他却是从始至终都爱着他呀。苏小姐，你信不信，就算我跟秦思胜分手了，他也绝不会要你。那你离开啊。苏洛锦笑着逼他。好啊，不过等我玩够了才行。一场意外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唐若棠给秦思胜拨去电话，却是一阵忙音，想来他是真的不愿给他一句分手了。既然他想不清不楚的结束，那他就成全他好了。不到3天时间，唐若棠办理完离职，就给自己放了一个大长假，去外地旅游了。手机一关，整个世界都变安静，他享受这美丽的景色，竟觉得一切都变得淡了，连一个分手都没有，那又怎样？下一个男人只会更优秀。或许他真该断情绝爱，一心都扑在工作上，给他还有腹中的胎儿打下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秦思盛一回来就直奔苏洛锦的办公室，在踹开门的一瞬间，两人对视，凝重的气氛让他后背发凉了。我的手机在你这吧？他冷冷地说。苏洛锦笑着迎上他，是张司机捡到你的手机，他直接帮着带回来了。对了，现在还给你呀。他将手机递给他，却被秦思盛直接摔在地上。苏洛锦，我本以为你只是任性，没想到你这么邪恶。临走前，我必须警告你一句，我是看在董事长的面上才不追究，想让我爱上你，做梦吧。来去匆匆，秦思盛再一次摔门走了。这一次他是彻底离开公司，女朋友弄丢了，他哪还有心情工作？他没有迟疑，直接找去唐若棠之前公司。秦思盛，你来这里没用，糖糖已经辞职了。刘姐有些惋惜地说。我知道，刘姐，你能告诉我他现在去哪里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再找不到他，我就要疯掉了。刘姐无奈地摇摇头。他疯不疯跟他有关系吗？想当初糖糖伤心的样子，现在还历历在目。刘姐发誓绝不会心软的。糖糖怀孕了，你就去外地出差，还让一个叫苏洛锦的女人来帮你处理这件事。秦思盛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刘姐，我手机被他偷走，当我发现的时候，借用同事手机打给糖糖，已经是关机状态。我一忙那边的工作，就急匆匆赶回来，却还是没能见到糖糖。刘姐，你能帮我这一次吗？秦思盛一脸的伤心，再看他憔悴的样子，刘姐就心软了。糖糖只说去旅游，至于现在在哪里，我也不清楚。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话，若是有缘，或许能再遇见；若是无缘，现在便是最后一面了。唐若棠说的这话，不仅仅对刘姐，也对所有的朋友。他不是有意躲着秦思盛，只是连他自己都不清楚，想要在哪里开始新生活。或许兜兜转转还是要回来，一切皆有可能吧。半年后某一天，唐若棠正在睡午觉，刘姐电话就打进来了。糖糖，出大事了。啥事啊？唐若棠挺着6个多月的孕肚，好不容易从床上起来，从床头拿一盒奶，悠哉地喝起来。现在似乎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他干饭的心情了。秦思盛出车祸了，那他应该去医院，跟我说没用。刘姐，我还要去吃午饭，先挂了。等一等，刘姐焦急地又说，你们好歹是朋友一场，就不见他最后一面吗？分手亦是朋友，不至于这么冷漠吧？快死了！唐若棠手一松，半盒牛奶滚落到了地上，将地毯弄得脏兮兮了。她急忙用纸巾擦拭，却被一旁的梳妆台撞到了头，额头的疼痛感让她心慌起来，没有再迟疑，便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，打算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到了医院，刘姐接过他的行李箱，拍一下肩膀，安慰地说，别太难过，人都有一死，她也是为了救车旁的小姑娘，做一件好事，死了也知足了。刘姐，我先进去看她一眼。唐若棠说完就推门走进病房了。她望着盖在身上的白布，眼泪唰的就流下来。她抽泣着坐到床边，老秦，没想到连你最后一面也没见到，其实我已经不怪你了，你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投胎了。唐若棠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声音发颤的又说道，老秦，这是你的孩子，已经7个月了，
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好这个孩子，也会经常带他去看你的父母，把他们当亲生父母照顾，不让你的人生有一丝的遗憾。”刚说完，他就见白布低下一阵的哆嗦，掀开一看，竟是已经笑得脸扭曲的吴征。“怎么是你，秦思胜呢？不会已经火化了吧？”他一张小脸越发惨白了。吴征憋住笑才低声说：“他被推着去做检查了。刘姐没跟你说，老秦只是腿断了，没到死这一步。”唐若堂转身就要离开，却在门口遇到秦思胜了。四目相望，没有一味的怨恨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见义勇为腿断了，他低声地说：“糖糖，你是为我哭过吗？”秦思胜靠着轮椅，慢慢靠近着他，想要伸手帮他擦眼泪。唐若堂却后退几步，直接躲开了。“你既然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走行吗？”他低声的哀求。唐若堂停住脚步，再次转过身来：“老秦，我听刘丽姐说了，你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才受伤的，好好养伤，一瘸一拐可就不帅了。糖糖，你可以听我解释一下吗？”他再次来到他身边，伸手握住他的小手。这一次，唐若堂没有闪躲，而是任由他这么握着。或许在见到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释然了。5分钟够吗？他激动地点点头。我的手机在出差时被苏洛锦偷了，等我买了新手机再联系你的时候，你已经不知去向。糖糖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向你赎罪吗？等你腿好了再说呗，我可不想推着你去见我爸妈。秦思胜艰难地站起身，一脸傻笑地说：“只要你跟我和好，我现在就能站起来。”谁料刚说完大话，他人就重重地坐在轮椅上了。他还想再尝试，却被唐若堂摁住了身子，一脸严肃地跟他说：“好好养腿，别给我逞能。既然你还活着，陪我去做个产检。”“遵命，老婆。”秦思胜一脸傻憨憨地笑着，一股子幸福在他们之间弥漫着，误会解除，连空气都变得清新宜人了。“你叫我什么？”他一脸绯红地问。“老婆呀，难道叫孩他妈？”秦思胜觉得都可以，只要能跟他和好，就算是叫女王，他也乐意。“我可没答应嫁你，注意你的称呼。”他话说一半，就被秦思胜拽进怀里，他稳稳坐在大腿上，两人近在咫尺，竟相视而笑了。唐若堂单手挑高他的下巴，凑近轻轻一吻，刚想抽身离开，却被他摁住了后脑勺，低头就是一阵的深吻。长久以来的思念，这一刻终于实现了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有缘的两个人，总会有再重逢的那一天，且爱不会消减，只会越来越爱。全剧终。